谁说眼科医师都不做近视雷射的？其实我已经做完近视雷射喽。其实因为我从小都一直戴角膜塑形片，所以后来就是在医学生的时候，就是切换成眼镜，我一直不是很习惯它的那个边边角角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在做运动或带小孩的时候，戴眼镜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方便，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借由近视雷射回到不用戴眼镜的时候。平常都是在帮病人在开近视雷射，那这次换我躺上去。那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当然是看东西都看不太清楚。那接下来做了10秒的雷射以后，就觉得哇，白茫茫的一片，有点畏光。那当我就是被抽出来透镜下来了这个手术台以后，我发现整个世界都焕然一新，就是非常的清楚，像是平常戴的那种角膜塑形片或是隐形眼镜，全部矫正，但是又没有那种戴隐形眼镜的干涩感。因为我本身就是干眼，所以做完以后大概2小时以内，我觉得有点干涩，就像隐形眼镜戴太久那种干涩酸涩感。但过2个小时以后，基本上是没什么样特殊的不舒服感觉。其实这是很常见的迷思啊。其实我们后来发现，其实不是只有眼科医师会做，那我们自己的家人因为也清楚这个近视雷射的整体的状况，所以我们的家人接受近视雷射的比例也是比一般人还要更高的。那很多人看到眼科医师他有戴眼镜，那是因为我们眼科医师平常比较不会去戴隐形眼镜，因为我们知道隐形眼镜其实对眼睛的伤害是更大的。那眼科医师我们平常就是看的东西也是近的，或者是在看一些显微镜之类的。所以如果不影响工作的话，有些人并不会特别想要去做近视雷射，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开一些眼整形的刀，那把眼镜当作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眼镜，所以我们有些医师就会变成说他们不做近视雷射，戴着一个框架的眼镜。那另外就是近视雷射，它其实是一个需求性的一个手术，那要不要做的话，其实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。比如说，有些人喜欢去运动，或者喜欢去玩水，他们可能比较不方便去戴眼镜，那这些人可能就比较需要去做这些的手术这样子。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满18岁，第二个话就是度数半年的要稳定，那第三就是最重要的是要经过医师评估许可，就可以做近视雷射手术。雷射前眼睛的健康检查会是全面而详细的，那除了要测视力，还要有眼压，还有眼角膜的厚度，还有泪水的分泌状况。那在我们的大学眼科来讲的话呢，大约会做到21项精密的一个检测，才能评估是否能够做近视雷射手术。目前近视雷射手术最常见的就是 LASIK， 还有 SMILE。那目前还有推出了 SMILE Pro。那它们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像是在伤口大小的不同，还有手术方式也不太一样，还有恢复的时间也不太一样。LASIK 飞秒准分子，它这个技术其实已经有好几十年了，所以这个经验大家都是相当丰富的，稳定度也非常的高，术后视力恢复的相当的快。但是因为它是要先办的，然后角膜的伤口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术后恢复的那个干眼的程度会比较明显一些，需要一点时间去做一个改善这样子。那可以做的一个近视的度数大概是 range 是在100度以上到上千度都可以。那主要还是要依据个案的一些角膜厚度啊等等，还有整体的眼睛条件而定。那 SMILE 全飞秒的这个微创技术呢，它其实伤口就真的非常的小。那我们的角膜伤口只有大约0.2公分，跟一个笔尖大小差不多。伤口这么小，所以术后导致的一个干眼的症状并不是很明显。那隔天大多都还是可以回去上班，正常的一个作息。那近视的度数大概最多可以做到1000度，散光500以内是可以矫正的。当然也是要看整体评估，包括它的角膜厚度而定。那全新引进的 SMILE Pro 使用的是我们 Visual Max 800。
是德国微创全飞秒雷射技术，稳定度高，伤口小。那我们角膜的一样的伤口是0.2公分，单眼雷射仅需10秒就可以完成，提高我们病患术中配合度，并降低我们手术对象心中的一个压力。术后干眼的症状并不明显，隔天大多可以正常的作息，近视1000度以内、散光500度以内皆可手术。搭配我们的视轴以及散光轴辅助导航，使我们的手术定位更加精准，提升我们术后视觉品质。Smile 跟 Smile Pro 其实它恢复的速度都相当的快，但是最大的差别是在于 Smile Pro 它单眼雷射只要10秒钟，如果我紧张的话呢，也就10秒。那还来不及紧张的时候，手术就已经结束了。像我这样跟你讲话，手术就已经做完了哦。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按时间点眼药水，舒缓我们眼睛干涩的一个情况。基本上眼睛会比较酸跟干涩的话，当天睡一觉起来以后就会越来越缓解。手术后要避免揉眼睛跟眼睛进水。那出外时候搭配一个护目镜，避免眼睛进沙跟感染。睡觉的时候可以戴一下眼盖，避免我们撞击到受伤。